大家好，我是冒险猪。冒险猪这一集呢，仍然继续着旧金山的探索之旅。金门大桥与 Sausalito 是大家公认来旧金山必来，并且是最美的景点之一。但是即便是众所皆知的观光客景点，依然有一些地方是在地人才知道能够看到最壮观、最美丽的绝景。这一次呢，冒险猪将不自己进行探险，要跟着住在加州的家人们一起来走旧金山大桥，还有 Sausalito， 并且呢，把这两个地方最美的一面分享给大家。另外还要来体验看看坐无人计程车 Waymo 是什么感觉。那就让我们先从坐 Waymo 开始吧 ，Let's go！ 首先，你必须要有一位住在美国的亲朋好友，手机装上 Waymo 的 App， 操作方式很简单，就跟 Uber 叫车很像。输入目的地，开启蓝牙后呢，就等待车子配对。这边我们先暂停一下，我想很多不住在美国的游客很想要自己安装 Waymo App， 但是 Waymo 呢是有限定你的手机设定，必须要在美国才能够下载这个 App。不管你把 GPS 关掉，再安装 VPN 一样的都是不行的。重新改手机的地点设定，除了要有美国的门号之外呢，还要有美国的银行卡。冒险猪呢做到这个步骤的时候就卡住了。如果你刚好有一只已经不再使用的手机与美国的门号跟美国的信用卡的话，或许可以试试看，但是不是很确定这样是否就可以成功。那因为 Waymo 的车门呢是要用手机的 App 透过这个蓝牙来解门锁，所以也不太可能请住在美国的朋友在家里面帮你来叫车。针对游客没有办法自己叫车这一点是真的有一点残念。好吧，那就让我们继续。我们应该是要往红绿灯那边走，因为他说 pick up location 是在这个地方。好的，那我们就往前走。是那一台对不对？对，那我们。现在路中间，而且 almost at pick up 所以他又开走，他要叫我们去前面。哦。Ready at pick up， 这个就是你们现在车上有你的名字。哦，对，我的名字在上面，然后 unlock the door。unlock the door。好的。对，好，那我们就上车，系安全带。Start right， 它就开始啦。As we get going, just give us 1 minute to cover a few. Waymo 的车顶整个都是天窗的设计。对了，提醒大家，加州规定是8岁以前都要帮小朋友装安全座椅哦。后座车顶也配有前后2个 camera。Support 是，哦，它就是应该是可以跟他们的客服讲电话 support， 然后看一下，它还可以选歌哎，干嘛按喇叭嘛？只会对，我们来听最新的歌。第一次坐 Waymo 的车子，看到自己打方向盘切换车道，真的是很有趣。你看，这边有人，这边有人，这边有人，哦，这边有人哦，这边有人。然后这边都有画到人在这里。哦，那黄灯了，黄灯它就对，它就会停下来。它有一个人在过马路，然后它这边就，好就，过马路，过马路。哦，他竟然有换车道哎，而且他有加速。对，一路上我们当然是觉得 Waymo 开得很平稳，而且它的360度无死角的镜头比人的眼睛判断更为准确。后面有一个，没错，包括他自己，对面也来一台。对，他的同事出现了。现在我们又要转弯了，已经到金门大桥附近，已经看得到那些，这边都很及时，会跟你说大概还要多少时间会到。以目前来说，还是 Uber 比较便宜，加上小费之后呢 ，Uber 大概是16块美金，在1分钟变速度了，按2下，对，第一下它是整理吧，第2下的耶，我们到了，按第1下，然后再按第2下，打开了，拜拜，拜拜。
我们今天行程的开始就是从金门大桥的 Welcome Center 这里开始，沿着旁边的楼梯往下的步道走，我们要准备前往第一个观赏金门大桥的地点。冒险猪运气很好，金门大桥这里呢常常都是雾雾的天气，今天的太阳超大。现在这个位置呢就是在碉堡角的正上方，如果在 Google Map 上面查的话，这里就是金门大桥明信片上面看过去的位置哦。如果再继续往下走，走到碉堡角的位置，往上看到的金门大桥又是不一样的感觉。这一带也长满了漂亮的不知名花丛，也可以选择让花丛入境，画面又呈现出不一样的味道。有 fort， 吃晚餐了有 fort。哦。金门大桥虽然现在是旧金山著名的观光景点，但是在过去金门海峡这里可是扮演着重要的军事基地角色。随着时代变迁，这里在军事上的用途逐渐变少，但是留下来的军事用遗迹却很多。大家可以一边散步走着步道，一边参观这些历史遗迹。现在我们的眼前就是在美国内战时期扮演着重要角色的 Fort。碉堡角在周五与周末是可以进去参观的，我们会在另外一集带大家好好来参观它的内部。让我们继续走到金门大桥的另一侧。由于旧金山曾经发生过大地震，现在加州的专家都还在持续针对桥身结构计算力学与做测试，并且对桥的特定部位持续做强化。如果大家还有时间，建议也可以骑车或者是坐车到旁边的贝克海岸来看另外一侧的金门大桥。在准备离开金门大桥之前，我们来 Welcome Center 逛逛吧。首先，当然要来盖一下纪念印章。Here, this is yours. 冒险猪自己的感觉，当然这不代表所有人的感受。我觉得金门大桥 Welcome Center 这里卖的纪念品比渔人码头那边的更有质感一点，而且价格上都很合理。这里衣服的质量摸起来感觉都蛮好的，长 T 与小外套里面有刷毛，大概是30出头美金，商品的种类又很多。然后冒险猪因为是欧巴 day 一晒就黑，所以我 always 就是买帽子。那最后我们在 Welcome Center 前面再拍摄一次金门大桥的样子后，就准备上路前往 Sausalito 喽。金门大桥这里呢，从旧金山前往 Sausalito 的方向前进的话，规定是行人走右边，脚踏车走左边。偶尔呢会看到弄错的脚踏车走在右侧的行人专用道，如果已经骑到一半才发现，就蛮尴尬的，就只能继续骑下去了。大家如果有要租脚踏车从金门大桥骑车前往 Sausalito 的话，要特别注意这个部分哦。很快的，我们就到了 Sausalito 最热闹的地方 Boardwalk 这里。盖在山坡上的房子与餐厅主要都是集中在这边，那就让我们先来吃午餐吧。这里呢是一家叫做 Barbacci 专门卖意大利披萨与各式各样饮料的餐厅。这间餐厅非常受当地人的喜爱，假日的时候常常都要等一阵子才会有位置可以坐。运气好的话，就有机会可以坐在靠近海的这一侧，一边享受蓝天白云大海的景色，再配上好吃的美食。这里的食物就是正统的意大利料理，我很喜欢他们做的肉丸，里面还有放松子，酱汁超级香，而且又很浓郁，配上面包真的是绝配。我们的披萨从上面到下面的口味是 artichoke、chicken pesto 还有 pork sausage。除了吃汉堡之外大家有机会来 Sausalito 的话，一定要试试看这一家餐厅哦。接下来要分享给大家是在地人在 Sausalito 的玩法。我们晚一点呢再回来逛 Boardwalk，
现在要带大家去看几个可以看到绝美景色的地点。Sausalito 绝对不是在 Boardwalk 逛逛，然后看看船屋就准备离开哦。如果大家没有开车的话，也可以在 Boardwalk 这边租电动脚踏车。这边算小时的电动脚踏车25块1小时，95块1天。Fort Baker， 这里是金门大桥连接 Sausalito 前往 San Francisco 的起点。这里在美国内战时期一样跟对岸的碉堡扮演着重要的军事角色。现在眼前美丽的海岸线配上这颗大岩石所形成的景色，则成为美国人口中的 Hidden Gem， 也就是我们常说的秘境。这里不像对岸观光客爆量，却有着平静与广阔的美丽。是不是觉得这里超棒的呢？那让我们继续前往下一个景点。这里是 Hawk Hill， 让我们快速了解一下景点的地理位置。现在看到很多建筑跟餐厅的这一区就是 Boardwalk， 然后往下面走一点的地方呢，是刚刚在金门大桥旁边有岩石的 Fort Baker。Fort Baker 再过去一点呢，就是 Sausalito 的制高点 Hawk Hill。沿着 Fort Baker 的整个海岸线到 Hawk Hill， 其实都有规划走路用的步道。那现在我们即将在 Hawk Hill 这里走一小段的步道，会先经过以前军事用的坑道，并且爬上制高点，观看 Bonita 海湾呢，然后再走回坑道参观129炮台，然后再沿着高地海岸线往回走。我们会通过第2个坑道参观较小的炮台遗址之后呢，回到原点。这里呢也是拍金门大桥全景的绝佳地点。哟吼！你看很久还会听得到，你叫一声大声，很久还会听得到。我们现在正经过第1个通道，回应的游戏啊，就是不管活到几岁都不会玩腻。接下来我们通过隧道后要准备往上爬，其实这里的坡都不陡，所以走起来并不会觉得累。一边走，首先看到的景观是一整片壮丽的山，大概再走5分钟后呢，又马上会变成一望无际的海。你要从这边走出去，因为那个会这样子豁然开朗。眼前看到的就是 Bonita 海湾。其实我觉得不管照片还是影片，真的还蛮难呈现现场看到的这种壮观。现在已经到了129号炮塔的遗迹咯，走进去呢，有一条长长的坑道。129号是这个炮塔计划名称。现在看到坑道跟炮塔遗迹是在1942年的时候开始进行的，原先是要计划安装2座16寸、重量100万磅的大炮，射程呢可以远达33公里。129号炮塔也是整个旧金山湾位置最高的炮塔。结果后来大炮已经运来了，最后是没有安装上去，计划呢就在1944年的时候终止。原因是因为这2座大炮本来是要拿来针对空袭的防御，后来发现这2座大炮要拿来打飞机的效果不是很好，计划就被终止。所以129号炮塔是始终没有使用过。而且等下这一路下去真的很酷，因为我第一次来到这里骑车过来的时候，天气这么，然后走这个下去真是你骑车要用非常的用车子这样骑哦，骑下去。第一次来的时候就觉得非常的大开眼界那种感觉。等一下，我们虽然不是用骑车的，但是会用开车的方式走过那一片壮观的海岸线。现在让我们穿越第2个小炮塔的坑道之后呢，来眺望金门大桥，就准备离开前往 Sausalito 的另一个著名景点灯塔。
我们准备走过去 Lighthouse 咯，这里可以看到小小的旧金山大桥。What is that house? Is that the house adjacent to the lighthouse? Yes, it's the house that the people lived in, that the lighthouse keepers. This family was one of the lighthouse keeper families that lived out there in around 1914. Oh, wow. And when you get out there, you're just heading out now. Yeah. You'll see the house is not there, but you'll see the foundation for the house. Okay. And your job is to look for the kitty prints in the foundation. Kitty prints. Yeah, because a little cat got when they were pouring the cement. Okay. And there's little cat prints. And now that the house is gone, you can see them. Right. What's this? That's baleen from a whale, from like a humpback. This is a humpback whale. But that is what feels. It feels like horsehair. What do you say it's called? Baleen. Baleen. And that's their filter feed. So Okay. when they open their mouth real wide and all of the little tiny krill come in. 前往 Bonita Lighthouse 的吊桥与坑道这一段路呢，只有星期天跟星期一有开放，而且最后开放进入通道的时间是下午的3点20分。大家一定要特别记好时间，不要特地跑一趟过来，却弄错时间就很可惜了。险峻的地势所带来的美丽景观，同时也都伴随着危险。如果天候不佳，为了安全考量，即便是开放的时间 ，Lighthouse 也会考虑暂时关闭。因此，如果天气不是太好，建议先打个电话到服务中心询问是否当天有开放参观。接下来我们要穿越这个山洞，才能够看到灯塔。现在经过的这个通道呢，是由人工的方式，在这一颗玄武岩的山壁上慢慢挖凿出来的。这个通道是由谁完成的，并没有具体的记录，但有一种说法是由早期的中国移民来挖凿出来的。可以确定的是，没有这一条通道的话，就是要沿着悬崖壁走过去才能够到灯塔，那这真的是太恐怖了。That's what happens when you're tall. Right. Oh, I'm good. Wow. 身高太高，有时候也是一个烦恼。好可爱。我自从来到加州之后，卡通《阿尔卑斯山的少女》里面画的满山满谷的花朵，我就相信是真的，因为加州就是这样，到处都长满了美丽的花朵。让我们走过第一座吊桥，到灯塔前的展望台。在1849年之前，旧金山的人口仅有9000人。随着淘金热潮，大量的移民抱着发财梦想，乘船前往旧金山。旧金山湾的北面需要一座指引从南边上来的船只的灯塔，也因此在1855年的时候，选择在 Point Bonita 这里盖了这一座白色灯塔。结果刚好遇到灯塔正在内部整修，到明年2026年的4月以前都是暂时的关闭。好孩子们马上就完成任务了。大家还记得刚刚工作人员说什么吗？ But you'll see the foundation for the house. Okay. And your job is to look for the kitty prints in the foundation. 猫在水泥还没灌好的时候就进来走，它留下的足迹现在就看得见，很有趣哦。对。虽然这一次没有办法进去灯塔里面看，但是其实现在这个位置的展望台是可以看到非常壮观的海浪，而且运气好的话是有机会可以看到座头鲸哦。有看到海浪用力拍打穿越岩石的洞穴吗？这个灯塔设计有2个非常特别的地方，第一个呢就是灯塔所使用的镜头。旧金山湾这里时常都是弥漫着雾气，也会影响灯塔所放射出来的光线。因此呢，是使用法国物理学家所发明的 Fresnel 镜头，照射出来的光线可以远达29公里。
第二个特色呢，就是这个灯塔是会使用警笛的，在大雾的状态之下呢，还必须要同时使用声音的方式来引导船只。那让我们返回到 Boardwalk 来逛一下 Sausalito 的当地超市，等一下还要回到街上去吃人气优格冰淇淋哦。我们到了金门超市了，这是一间价格偏高，但是商品很精致的 local 超市。我超喜欢酱，因为他们吃生菜会生吃嘛，然后就沾那种酱、dipper， 各式各样的 dipper 这样。精致。Basil Parmesan 的口味的橄榄油，这个好想买，但我带不回去。对，而且还是玻璃的。这我超想买的，因为这一定很香。美国的餐厅蛮贵的，还要给小费。如果是住在 Airbnb 有厨房的话，就可以自己买食材回去煮，也蛮不错的。这一间超市虽然东西没有这么多，但是有一些别的地方看不到的商品，或者是当地自己种的有机蔬菜、手工做的商品等等，还蛮推荐可以买这里卖的手工天然保养品。你还可以试试看这个，对，要试吗？我不知道这是什么 ，tester 这些都可以试。哎，这个很香哎。这是什么公用的？哦，只是 scent 而已，就只是擦的香香。而且它的价格很平价，牛奶护唇膏税后还不到4块美金。我买回家擦，觉得它比在台湾药妆店买到的护唇膏还要保湿很多。还好我一次买了3条起来。从 Golden Gate Market 沿着路走回到大街上，大概5分钟就到了。这时候不要忘记拍下沿着山坡层层盖起的房子，这个属于 Sausalito 特有的美丽风景。在 Boardwalk 一定要沿着海岸边慢慢散步，一边欣赏海景，一边逛逛街道上的不同店家。这里的每一间商店都很有特色，即便只是女装店、餐厅，或者是卖着帽子与古董的店家，房子的外观呢都有自己独有的装潢。Hanson Gallery， 这是一间可以一边欣赏画一边品酒的酒吧。应该就是一坨一坨一坨的东西，但是远远看真的画得很好。这是沙滩哦。这个是沙滩啊，哦，沙滩，然后草啊，然后那个水，还有远远看真的就，这个也是啊。这里的街道感觉跟欧洲很像。这个小岛在18世纪以前啊，其实都是住着美国原住民。一直到了1755年，西班牙人来到这里，发现这个小岛之后呢，才将它命名为 Sausalito。快乐的吃冰淇淋时间到喽 ！Blueberry cheesecake， 然后 mint chip 在那边 ，coconut 还要还有一个什么 new cream 版的。这一间呢，就是 Sausalito 很有名的 Loppers Ice Cream， 它的冰淇淋种类很多，很好吃是当然之外呢，它还是用燕麦奶制作的，所以我觉得吃起来呢也比较没有那么甜。Can I try the vegan cookies and cream? Yes. We allow 2 sample for Yeah, sure. Like it? 我自己是觉得冰淇淋很多名字都很难懂，直接试吃就对了。Just strawberry. 耶，大家都超满足的，用冰淇淋来结束快乐的一天。那我们也准备回旧金山了，谢谢大家看到最后，那我们下次见，拜拜。